大家好，因为亚马逊的 Kindle 已经准备陆续的停用 MOBI 跟 AZW 格式，而转用更加通用的 EPUB 格式了。因此，如果你跟我一样经常在使用文字档来产生让 Kindle 阅读的电子书的话，就会面临跟我一样的问题，必须要把以前支援 MOBI 格式的电子书的一个制作程序变更成能够产生 EPUB 格式的一个程序。那在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用来从文字档产生出 EPUB 这个格式的一个电子书的制作的程序，希望跟我一样有自己制作 EPUB 电子书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帮助。以下我先来看看要自制 EPUB 电子书应该可以用哪一些程序来简化整个操作的流程。先来讲解一下整个完整的操作程序。首先会使用 EMEditor 把下载下来的文字档转换成 Markdown 的格式，然后接着再把 Markdown 的格式让 Pandoc 来读取，并且产生出需要的 EPUB 的格式档。那有了 EPUB 档案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Bullet 这个指令，直接把刚刚产生好的 EPUB 的档案直接寄送到你 Kindle 的电子信箱里面去。那这三个动作里面，第一个转换成 Markdown 格式呢，你可以使用你自己习惯的方法来操作，不一定要使用 EMEditor。第三个呢，你也可以使用 Outlook 或者是 Thunderbird 这一类的邮件来取代 Bullet 的命令行指令。使用 Bullet 的原因就是可以把它给整合在一个比较简单的批次档里面，这样子可以用一个指令就把后面2跟3的这两个动作都给一次就执行完。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必须先准备好的这一些工具，它的安装跟需要先做的一些设定。要准备的工具其实就是 EMEditor 还有 Pandoc 还有 Bullet， 就这3个工具而已。下载并且安装了 EMEditor 以后，我建议你也顺便把简转繁的外挂或者是反转简的外挂也一起给安装起来，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可以下载到的一些电子书的文字内容，有很高的比例都会是简体的格式，因此如果你安装了这个简转繁外挂的话，就可以直接在 EMEditor 里面很简单的透过它的这个外挂来做简体转成繁体的一个操作，会比较简单一点。Pandoc 呢，它是一个通用型的档案格式转换的工具，因此可以用它把 Markdown 的格式呢转换成 EPUB 格式。那 Bullet 呢，就是一个命令行的一个电子邮件寄送的工具。如果你要使用 Bullet 来寄送你的信件的话，要先来做一个安装，要先把你使用的电子邮件的主机 SMTP 的主机给设定好，还有你登录的使用者账号、密码跟你的电子信箱 email 的账号通通都要指定好，这样子后面才可以使用 Bullet 来做传送。那下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文字档的格式要怎么样子转换成 Markdown 的格式。现在我已经在 EMEditor 里面载入了《三国演义》文字档，首先要先确认一下它的档案的编码格式。从 EMEditor 的下方状态栏可以看到，它是 UTF-8-16， 不是我们需要的 UTF-8 的格式。那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档案另存新档，把它的档案的编码格式换成是 UTF-8， 再选择编码，然后找到 UTF-8 不带签名，也就是不带 BOM， 接着再点击存档把它给取代掉，确认一下它已经是 UTF-8 格式。它是 UTF-8 格式以后就可以来做简转繁的操作。简转繁我已经安装好外挂了，外挂程式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繁的按钮，这个呢就是从简体转成繁体的按键。首先我必须先把所有的内容给全部选取起来，按下 Ctrl+A 以后，简跟繁的按钮就可以直接执行了。点击这个繁，就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内容就通通已经从简体变成繁体了。请大家注意的 ，EMEditor 的简转繁的外挂，它有一些一致对应多字的这个情况，它没有办法能够辨识的很好。比如说后面的后，它会全部写成皇后的后，这些就必须使用自己常用的句集，再把这些常用的简体的内容把它转换掉。我这边呢就有写了一个自己常用的一个句集，我就先来执行它，它就会把常用的这些字呢就整个给替换好，接着就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句集把章节的内容呢换成 Markdown 的格式。我先执行这个句集，等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句集到底在做什么样子的操作。我点击它以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回它在最左边就加上了2个井号，表示它是 Markdown 格式的2级标题。然后为了能够做跳页，因此我在井号的上面自动加上了 HTML 里面
面用来控制跳页的标签，只要我们设定 style 里面有一个 page break after 把它设定成 always， 它碰到这个标签以后呢，它就会先做跳页的处理。那这个就是使用刚刚这个底线 replace 这句集来做的标题的替换。来看一下这个替换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其实它就是使用了 EM Editor 的句集脚本来做的操作。这个操作里面呢，我就写下了很多章节标题的转换的方法。目前这一篇《三国演义》它是用第什么回，看一下在这边这么多的正则运算式里面，就在这个地方开头是第什么什么回，然后空一格，后面有标点我就会把它给替换成2个井号开头，然后后面有一个空白，再接着再把刚刚这个第几回里面的内容放到这个$231的位置，然后空白后面的其他的内容呢就放到$232这个位置。刚刚的内容其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找到了这个第几回有符合格式，所以他就在左边就加了2个井号，然后把内容整个产生出来。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加入章节标题的名称。那我们只要做了这样子的操作以后就可以了。后面这个跳页的符号怎么处理，就是所有的这些替换通通都执行完以后，在最后面这个地方再把所有开头是2个井字号的，在它的上面先插入跳页标签，后面再补上2个井号。有了这个内容以后呢，就可以来做 Markdown 的格式转换成 EPUB 了。Pentac 后面要指定书名，有了书名以后呢，要再指定它是 Markdown 的格式，现在是 Markdown 的格式。后面这个 -toc 呢，就是产生目录。请注意如果你希望 Kindle 的前往那个目录里面呢，也有可以迅速跳往的目录的话，就必须加上-toc。它除了会产生 Kindle 界面里面的可以操作的目录以外，也会在你整篇文章的最前面也补上了整个超链接。然后后面我这边就是指定书名跟作者的名称。这个 metadata 请注意要加上 len 来指定它的语言是简体中文或是繁体中文。这边这个 zh-hant 它就是繁体中文，这个 T 是 traditional 的意思。那如果是简体的话，你就要用 zh-hans，S 是表示简体的意思。而这个到时候你产生出来的 EPUB 的档案，在 Kindle 里面才能够找到黑体、宋体、圆体、楷体这几个中文的字型。你如果没有加上的 len 这一个 metadata 的话，它不会有中文的字型，除非你自己安装了别的中文字型。Kindle 自己内建的4个中文字型是没有办法出现的，因此必须要指定 zh-hant 或是 zh-hans。 那后面接着就是来指定整个页面的样式，要使用 HTML 使用的 style.css 这个串接样式表。然后最后面这个 -o 就是最后输出的档名是什么 EPUB 的，同时也会产生出 Kindle 认识的目录。我们来执行看看。因为 Pentac 的参数很多那为了简化整个程序，我就写了一个批次档，把它叫做 cmv.bat， 把第一个参数当作是档名，第二个参数是作者的名称。第一个参数传进来的时候呢，我为了要把标题能够取出来不带有副档名，就把这个.txt 或者是.md 呢把它给删除掉，可以用 set 指令把.txt 跟.md 给删除掉。这个 author 就是作者呢是第二个参数，如果第二个参数没有传的话，预设它会是传未知。然后接着我就可以使用 Pentac 指令来做操作了。metadata 这个 title 就是我刚刚已经整理好的 file name， author 就是刚刚整理出来的第二个参数，我这边用的是繁体中文，然后要使用这个样式表，最后产生出来的就是没有副档名的一个档名，然后后面我们再附加上去.epub 这个副档名。我们来执行看看我为了简单我这边另外有在做一个批次档所以我们就先做这一个叫用 cmv.bat， 然后把文字的书名跟作者给传进去，先用来执行看看，它就会叫用 Pentac 然后产生档案。这边没有 style.css， 这是我平常用的 CSS 档。那我们再来做一次。好，这样子已经产生出来了，来看一下，这个就已经是三国演义.EPUB 了。那如果你有安装 Calibre 的话，你可以使用 Calibre 的预览程式来看一下这个三国演义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有产生成功，或者你可以使用 7zip 来直接观察一下它的内容。我现在使用 7zip 它的档案管理工具然后来找这个 EPUB。EPUB 其实是一个压缩档，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实际的内容是放在 EPUB 资料夹里面，那里面会有一个 toc.ncx， 那这个档就是给 Kindle 读的目录，然后档案的内容就是放在 text 资料夹里面，实际的内容就写在这个 XHTML 里面，可以来看一下它实际的内容。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 HTML 的内容，所有的每一行它会用一个 P 标签给刮起来，这样就会一段一段中间就会有换行的这个状况。然后刚刚讲的跳页它也会
会产生在章节的上面，可以让网页在每个章节的前面就先做跳页，那这样子就完成了转换的动作。然后接着如果你这个 EPUB 档案你就要直接传送到你的 Kindle 里面的话，你就可以使用 Outlook 或是 Thunderbird 把这个 EPUB 给寄出去，寄到你的 Kindle 的账号，或者是你使用 Brett 指令。那来看一下 Brett 指令，我也写了一个 mail.bat 来方便整个参数，因为 Brett 的参数很多个，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一些参数。首先就是先有一个减号，后面用减号 T 来指定你的 Kindle 的电子信箱，减号 S 是你的主旨，你的 subject， 然后底线 body 呢就是你的内文。在我的环境里面Brett 读到中文的书名它会出现问号问号，我为了要能够正确的看到书名，所以我把萤幕的输出产生到个 Brett.log 里面，然后最后再把 Brett.log 给显示出来，那就不会是问号问号的书名，会是正确的中文书名。然后后面 for Sparbit 跟Charset UTF-8 最好都有增加进来，要不然亚马逊没有办法解读你寄出去的中文的书名。如果你不用这个 Force Sparbit，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把你的中文书名拷贝成一个英文的书名，然后再寄这个英文的书名，这样就不会有错误了。那我们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就是要传送的内容，那就会透过你指定好的 SMTP 的主机把书给传送出去，最后面再把刚刚的 Brett.log 给 type 出来，这个样子它就不会看到有中文的乱码。接着我就是到亚马逊来看一下这个信到底有没有寄成功。好，我已经登录过了，然后在这个地方找 Content and Devices， 寄出去的电子书呢会被归类在 Docs 里面，点击这个 Docs， 稍等一下呢就可以来重整这个页面，看看刚刚寄出去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出现在我们亚马逊的 Library 里面。稍待一会以后，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本《三国演义》呢已经在亚马逊的 Library 里面，这样子 Kindle 就可以来直接下载这一本书了。那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目前最新的怎么样子自制 EPUB 电子书的简单的程序。那将来有机会的话再来写一个可以单独执行的程式来简化整个流程。但是目前就是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用这样子的分段的程式来产生 EPUB。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尽量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按赞，谢谢各位。